昨天晚上在 VIP 课里面刚刚已经讲完了的，可以说是呢，把昨天晚上那一节 VIP 课呢，今天搬到我们这个公开课上面来讲。那主要呢，同学们怎么说呢？让大家可以说在侧方面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VIP 课程的一个案例，好吧？今天主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其实是对于产品的一个分析，对于分形线分析，包括呢一个做分析面的思路。那这一节课呢，相对于同学，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的话，那么这一节课呢一定要认真听。又或者说呢，你不是一个新手，你对设计是一个新手，但是你对模具行业不是新手，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更要认真听，因为在这一节课当中，你要学到的其实不单单是去做分析面的思路，那其次呢，还有我们对于去拉分析面这个过程当中所要用到的这个软件当中，它这个命令一些的技巧。那么同样的，对于一个分析面的制作呢，其实相信大家对于分模这两个字呢并不陌生，但是呢如果说让你自己去做的话，能不能做得出来，那这个同学们那就要看各自的一个本事和见识，又或者说呢讲的大一点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知识面。那首先呢，对于桌面上面这个产品呢，因为我已经摆正了的啊，那我们做一个前期的这一个面分析，我们来将分形线呢分析出来。那对于分形线分析呢，其实这个点的话，课堂上面呢，其实我看到了几个 VIP 学生啊，那这里我们上课的时候要积极主动一点，好吧？把你们在这里学的，或者说把你们的本事呢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同时呢，课堂上面其他的同学啊，听过我课的，来我们打一个6，好吧？课堂上面在听课的，当然没有听过我的课没关系啊。那今天晚上你就听到了我的课。还挺多啊，非常感谢各位的一个支持啊。那我们现在呢，给这个产品呢做完了这个分析，其实做分析呢，只是我们去做分析面其中的一个可以说比较小的一个步骤，而决定这个产品分形线在哪里、怎么走的，其实并不是通过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只是去精确的找到分形线，而通过产品才能够得到我们分形线具体的一个位置。那有2个点，第一个点是有产品，第2个点呢，就是你要把产品摆正。当然，第3个点啊，同学们就是这个分析，你利用这个命令去分析一下呢，这个分形线呢，它就一目了然了，对吧？我们正0.1是红色，负0.1呢是蓝色，这个正负0.1呢，也是我们在输入，在利用这个斜率命令的时候输入的那个数据。当然，你可以说是正0.2，或者说负0.2。也可以说是正1或者负1，正3或者负3，只是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在做这个分形线，就是说是在做这个分形面，那么我们要精确的找到分形线的话，这个数据会越小的话就会越精准，会越好。那么当然我们也会用这个命令呢去做一些像这个产品的拔模分析、脱模角度分析、结构的一个倒扣分析，或者说呢我们的像这种 DFM 报告就是说都是通过这一个这个斜率命令是用的比较多的。那当然，现在的话呢，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跟大家讲吧，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简单。首先呢，在这里同学们，对于这种产品，其实分析面是很好做的。为什么说很好做呢？因为产品在客户发过来的时候，它模已经拔了，知道吧？你像这种骨位，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像这种加强筋，全部都已经拔模完成了的。那么其实正常情况下面来讲，一般是没有拔的。一般是我们设计师呢去给产品呢，首先其实你拿到手里面会先跟产品去摆正拔模。当然，在确定我们老板把这一批单子接下来了以后呢，那我们其实第一步并不是去做分模。当然，对于这一种清晰的分形线，我们去做分析面，其实你只需要，就同学们讲白了，你只需要来这里听1节课，会那么几个命令，那么分析面你都能够拉一个大概出来。至于能不能分得开模这个我们一步一步来就像今天下午有一个同学他要学模类分析但是呢他连模具设计都不会。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的老板让他学模，让他做设计，并且呢也要会模流分析。那同学们，我们先学什么呢？你是不是你得一步一步来，对吧？你不能说你模具设计你都没学会，你就去学模流分析。当然你可以学，但是模流分析的工资它有模具设计的工资高吗？它没有啊，是吧？所以说，首先我们主要的还是要先学会模具设计，其次再去学我们的这个模流分析。当然，对于这里的话呢，其实做法有很多种像昨天晚上我有几个学生呢，有做拉伸的，有做延伸的，有做网格的，有做这个调带的，有做扫列的。其实对于这种分析面呢，我们只需要
很简单的在这一个关联复制里面，我们找到这一个抽取几何体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它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叫做复制，知道吧？你不要把它搞得太专业了，太专业了你就听不懂，太专业了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简单一点，抽取几何体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了复制。将这个蓝色面复制出来，那在这里呢，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说复制的是这张蓝色面而不是红色面？同时，在这里要搞清楚的就是，第一，蓝色面的边界线这一条线是我们分析所得到的一个分形线，这是第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其实第二呢，就是蓝色面的边界线，蓝色面整个面在我们通过延伸这张面延伸出来，利用我们的这一个相切曲线的过滤器延伸个80、100。延伸100稍微多延伸一点点，延伸出来这个分形面以后呢，那么这一张面在我们的模具设计当中，在碰穿与擦穿当中呢，它叫做碰穿。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比如说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分形线呢，它既是蓝色面的边界线，也是红色面的边界线，对不对？那么红色面跟蓝色面，那我也可以选择红色面嘛，是不是？我不一定说非得要用蓝色面去延伸。那么选蓝色面的前提是因为蓝色面延伸出来，我们的分形面是碰穿，那么更利于产品和模具的一个质量，包括呢产品的一个质量。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假设我们延伸这一张红色面的话，其实红色面呢也可以。那么你延伸红色面出来，这个面能不能分模呢？它也能分模。那么我们把这个面延伸100，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其实你要做好一个分形面，对于分形面方向的把控，那就尤为重要。那么这张面是横着走的，对吧？这张面是竖着走的。那我们自己在做分形面的时候，怎么去判断这个面方向要怎么走，或者优先于什么方向？包括什么是碰穿，什么是擦穿，对不对？其实很简单，我们碰穿和擦穿的定义呢，来源于产品的脱模方向，也就是说它没有说这一张面一定就是碰穿，一定就是擦穿。那么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产品碰擦穿的一个定义，是根据这个产品的一个大 A 面或大 B 面，又或者说产品的脱模方向去定义的。那么以产品脱模方向作为前提，我们所做出来的分形面是大概呈垂直的90度，还是说大概的呈180的平行度？那么这个就是对于碰擦穿的一个定义。当然与脱模方向大概呈垂直的，那我们叫做碰穿；与脱模方向呢大概呈平行的，我们叫做擦穿。那么擦穿的话呢，没有碰穿好。那么讲的再深入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擦穿理解成呢，就是我们的前后膜会在一瞬间开合模的时候会在一瞬间呢发生接触，然后擦穿呢在配模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定的一个摩擦，以及呢就是它在开合模的时候呢会有到一个细微的一个前后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摩擦，就像你搓手一样。那么当然你搓的越久，那同学们就算它是铁就是说你前后膜你把它合并起来，你搓的越久，它就算是铁，它也可能会损坏掉，对不对？如果说你的模具损坏掉了，那随之而至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产品的轮廓和形状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对吧？那再跟大家就是讲一句我经常在可以说公开课上面也讲 VIP 课上面也讲，也就是说同学们，我们模具设计的一个存在，或者我们模具行业的存在呢，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产品，我们生活当中的塑胶的产品完成一个批量生产保证这个东西你买得到，那我也买得到。我的声音很好听吧？很好听的话，那就要搞鲜花，知道吧？那在这里我们再接着往后面去做。那么对于前面这一张面，其实我们定义好了以后，后面的就很好做了，对吧？我们这个地方你只要注意，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同学他有基础，你知道吧？那么他做到后面他分形线他都对不上了，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我带的这些学员当中呢每一次我在讲到10几节课的时候呢，就会有同学忘记了根本，他在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在这里同学们，你不要有什么就稀奇古怪的思维，知道吧？你也不要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思维，你按部就班的按照产品的，比如说你像这个轮廓这张面，对吧？这张面是吧？这张面 OK， 在我们那边的面我们等一下再做，我们就按部就班的按照这个产品的轮廓，按照这个产品上面的根据它的这一个分形线呢，去对其产品的一个分形面做延伸就可以了。你不要说老师这里又不平整，或者说又怎么样，这里一定要注意。我们做分形面，首先一定你所做出来的面要对得上分形线。
如果说你做出来的分析面连分析线都对不上的话，那将毫无意义，知道吧？那你就算是个学徒，你也会被屌，知道吧？更何况可能有的同学你懂那么一点了，已经你懂钳工，或者说你懂加工，又或者说你懂注塑机，是不是？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分型线，无论是学徒还是师傅或者更牛逼的师傅，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出错。那么把这里的面我们延伸出来了以后呢，这个分析面我们就能给产品分模。但是这个呢，如果你现在想要去分，只能说是局部分。我们可以呢把整个产品一整周圈的这个周圈的分析面都做出来了以后呢，再去分模。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给它做个缝合。为什么要缝合？很简单，我们在做分析面的过程当中，这个面是一个单独的体，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要让我们的分析面做出来了以后呢，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再变成一把刀具，将我们的前后模呢砍开，缝合起来了以后呢，在这里大家注意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我们的面延伸出去以后，比如说这个面长的长，短的短，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么尽量不要这样。那课堂上面如果说有女孩子的话，其实女孩子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吃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女孩子呢，她本来就比男孩子要更细心一点，她的出错率会更小。其次呢，我们这个行业呢，它本来这个女孩子就比较少，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个女设计师的话，基本上同学们，这个女设计师呢，在整个办公室，是吧？你包括什么财务啊、会计啊，对吧？包括设计部啊，或者说编程，那你都是一个宝，知道吧？那同样，老板也会比较喜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出错率低呀。而做模具设计，其实就同学们，你在6、7块钱左右的时候，出错率一定要低啊，要不然你加工资就有点小难，知道吧？把这个面长的、短的，该割的、该把它延伸的、该加长的都做完，做这一个步骤，同学们只为了什么？只为了自己的这一个设计思路能够更清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拐角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小台阶，对吧？这个分析面从这里过来，从这里下来，这里过去，上去，在这里再上去，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小凸点，这种小凸点呢，我们就要做整位。其实同学们，碰穿也好，擦穿也好，包括整位，它都是我们对分析面某一种特殊位置的一个专业词语，或者说是一个定义，对吧？比如说一个女孩子38岁，我们会叫她什么呢？会叫她少妇，是不是？对吧？她18岁呢，那就是少女，是不是？但是她归根结底呢，她是人，是不是？她是一个女人，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像这个位置要做整位，我们首先不要搞得就你不要理解的太复杂了，简单一点，那它就是什么？简单一点，它就是分析面。当然，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位置去做整位呢？这个就简单，就是我们把它理解的简单一点呢，就是方便于加工，方便于我们配模，方便于这个模具的一个制作，能理解吧？当然，可能课堂上面有没有说不懂加工这些的？比如说不知道配模是什么，对吧？不知道加工是什么，对不对？有这种同学吗？有没有？啊，有没有？应该有吧。如果说有这种同学的话，我在讲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记住，对吧？因为我们去做分析面，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我们要去处理的那一些小细节的位置，其实都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我们好配模、好制作这一套模具，我们好加工。我们更好的去保证我们这个模具的质量，然后呢，保证我们产品的一个质量。那当然，像这个整位怎么做呢？其实做整位呢，通常我跟我的 VIP 学员是讲的是分2个步骤。其实分2个步骤呢，对于新手来说非常有用，但是对于一个老手来说呢，同学们同样的也有用。就例如，同学们大家注意看啊，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就是说去年年底左右吧，就是说最近我们 VIP 课里面的一个案例，比如说像这个产品，同学们，如果说你在设计这个产品的分析面的时候，你不会怎么样，同学们？比如说你看到没有？你像这种地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整位，但是呢，这个整位呢，它又在什么呢？又在这一整个轮廓里面，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呢？不管是新手也好，老手也好，在针对这种位置的时候，可能都需要。就是说思考一下，对吧？有点小难度。但是呢，同学们，当你把整位你能够分开做，你把这个步骤分开搞，那么这个地方就不会有那么难。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同学们，就这种整位同学们，那讲白了就怎么说呢？就是那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怎么分2步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先按照产品顺畅的分析线去做。什么意思？这一边的分析线在这里，对吧？这一边的在这里，我在这个中间我做一个假分析面，或者说呢，我可以先做一个错误的，做一个假的，知道吧？做这一个错误的，做这一个假的，只是为了做整位，能够让我们呢在做的过程当中思路更清晰。简单一点，我们把右边的这个分析面，我们也就看一下能不能通过延伸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分析面我们能做延伸的话就做延伸，做不了延伸我就做拉伸、做扩大、做网格、做扫略，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做。因为延伸，同学们做分析面当中，延伸是最简单的，它比拉伸都要简单。但是呢，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拉伸要比延伸简单，其实同学们你们错了啊！大部分同学其实都认为拉伸会比延伸要更简单，但是呢，延伸会更简单。这个呢，同学们你们在做一些平板模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当你在做一些有技术含量、需要我们有一些技巧方法的时候，那你就能感觉得出来。那么先在上面做一张面，那么上面这一张面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在插入的网格曲面里面，你也不要去用什么拉伸啊，不用在这里桥接什么曲线，直接在网格曲面里面的第二个命令，通过曲线组呢，以左边的这个面，这个边面上的这个边，右边的这个面这长边，然后呢相切于两张面，这样的话我们中间这张面就做起来了。然后呢中间这一张面呢是我们做的什么呢？可以说是做的假的。然后这张面它根本无法对上我们产品的分型线。当然这个面有用没有呢？有用，最少这张面是能够接顺和接顺这两张面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保证了我们做整位的分交位以外的面顺畅程度。那当然做完这一步以后呢，把这些都隐藏，再做什么呢？再做这这个小凸点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分析面。当然你还是一样的做。在这里呢，如果说大家就是有同学就是说，你说老师能不能用扩大，又或者说能不能用拉伸呢？其实是可以用的，知道吧？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老师我这里能不能用拉伸，或者说我想用拉伸，能不能行？能行。在这里呢没有一定的，知道吧？没有说你一定就要用延伸，一定就要用拉伸。当然如果说你们设计的是一种比如说像精密模、出口模、汽车模，或者说同学们老师我跟大家讲的直接一点，就是当你所做的模具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当你的工资相对于在这一个行业当中它在这一个平均水平以上的时候呢，那么同学们你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的客户会指定你用什么标准件，会指定你用哪个品牌的，会指定你用什么方式去做分型面。因为在这里大家要知道，你的工资越高，你的老板他的客户就越大，你的客户越大他就越有钱。有钱的话，产品设计他是懂模具设计的，能明白吧？有钱的客户，那个有钱的产品设计啊，有钱的客户他一定是懂模具设计的，因为他有钱。你比如说我花钱去请一个这种产品设计来，我必须要求他怎么样呢？这个产品设计他会模具设计，他懂模具设计，然后我的工资可以开高一点，对不对？我开个2万块钱一个月没毛病吧？那同学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花钱就能干到就能办到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的客户比较小你的客户因为其实很多客户还是不懂模具设计的。当你的客户不懂模具的设计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设计师说了算，你想怎么搞，咱今天就怎么搞，知道吧？你客户想那么搞，虽然说可以搞，但是我不给搞，因为那样搞比较麻烦，是吧？那我随便找个理由，我说这个地方怎么不能搞要按照我们设计的方案来，对吧？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产品和模具的质量，是吧？然后你的客户就信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把下面这个面拉伸出来了以后呢，再要做的就是这一段面对上了分型线，然而这个大面没有对上。当然大面没有对上没关系，我把坐标呢摆到产品的这一个外面，随便找个点就是说产品的轮廓的最外面的这个点摆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再找到这一个修剪体 OK， 选择这张面，然后呢我们再以 XZ 方向呢做整位，分夹距离为20个毫米，我们以20个毫米呢作为一个距离，把它多的割掉。这张大面也是一样的，上面的我们原本这一张假分型面呢，也利用拆分体或者说修剪体呢，把这个20个毫米的这一段距离给它割出来。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分型面呢是跟着产品的分型线走的，我这个分型面是跟着什么走的？我这个分型面其实严格意义上面来讲呢，它是跟着这张面跟这张面和这张面走的。
因为我在做这张面的时候是通过这张面的这个边界线和这个面的这个边界线，并且以相切这两个分析面做到的。这个同学们能理解的话打个1，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你一张面是通过什么得到的，这个要搞明白。如果说这个面有问题的话，你要找得到它的根在哪里，能明白吧？能不能明白？这个应该能听懂吧？就比如说你说老师，哎，这个面我分模分不开，或者说这个面怎么不行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面我是根据什么做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从它的根出发。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边的面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将产品改个颜色，让它与我们的分析面呢有一个不同颜色的显示。最后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我们把这个缺口给它封起来，这个地方。把这个缺口我们给它封起来，插入设计特征拉伸，选择这一条线，然后呢以 ZC 方向把它往下面拉出来了以后呢，像现在同学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把这个缺口一封，利用插入修剪找到修剪片体这个命令，把这个片体呢多余的按照这一个分形线的这张面，还有这张面，还有这边这张面，按照这两个轮廓我们把多余的切掉。那这样一来的话，这是一个标准的整位，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分形线分形面，能明白吧？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右边做，那么同学们越到这一边就越难，大家注意看啊。那么再往这一边做的话呢，其实能延伸的分析面，我一直跟大家讲了，那都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然后呢，我们抽取这张面，然后呢，我们再到这一边抽取这张面，OK， 这几张面呢，我们就给它快速一点，给它制作出来啊，因为这个东西它也不难，知道吧？就是你就用一个延伸命令你就做得好，你也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步骤。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主要的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整位。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做刚刚这个整位的一个思路做这个整位的话，能不能行呢？行不行？你得去做，是吧？你行也好，你不行也好，你得去做做看，或者说去试试看。同样方便面分析，我们先以这一个关联复制里面的抽取几何体能选择抽取这张面，然后还有这边的面，我们把这一个整位右边的面呢都一次性给它抽取出来。抽取出来了以后呢，再用延伸，对吧？延伸这张面，延伸100，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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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100，然后再到这一边延伸100，到这边延伸100。那么其实做到这一个步骤以后呢，很多同学就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做了。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个面打架了；第二，这个地方它又有一个小整位要做。那么同学们，如果说你再是一个学徒，就是说设计学徒，就同学们课堂上面有没有设计学徒？在公司里面学，在工厂里面学，或者在设计店里面学，又或者说在家里面，就是说在实体培训学校里面学，有吗？来，设计学徒我们打个1好吗？现在在听课的同学，如果说你现在连一个设计学徒都还不是，那同学你要加油啊，知道吧？反正就是有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你首先你把你迈进来一只脚，知道吧？设计学徒他最少迈进来了第一只脚。那么做设计学徒的同学一定在这种位置要注意。做分析面其实你们最怕的是不是就这种位置？来是不是最怕的就是这种地方？为什么说最怕的就是这种地方呢？因为这里不知道怎么做了。可能有一些这个做设计学徒，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同学呢，他学的稍微好一点，是吧？那学的稍微好一点，他知道这个位置怎么做。他说老师我不想用延伸了，我们用拉伸会更简单，会更直接，对不对？是的，没错。这里有同学就讲了，对吧？拉伸好做，是的。对于这种位置而言，如果说你不用我所跟大家讲的这一个延伸命令去做，改到我们用这个设计特征里面的拉伸去做的话，其实同学们这一个位置根本就不会出现我们延伸做出来的这种情况。而当然在这里呢，就同学们其实用拉伸去做这种地方，那不就是3下5除2嘛，对不对？真的，你只要就是说对于拉伸这个命令而言，你只要会用，你只要能找得到分形线，你面就能做得出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同样的，那这张面同学们想不想挑战一下，就是如何在延伸的前提下面，我同样也把这个分形面做出来？怎么做呢？就是假设今天老师我是客户，我要求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改用延伸的方式将分形面做出来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同学们想不想听呢？我讲不讲呢，取决于你们对这种做法好不好奇，想不想听，知道吧？想听很简单 ，OK， 你告诉我。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注意看，因为就同学们怎么说呢？拉伸太简单了，你知道吧？我把这个拉伸给它删掉算了啊。
然后像这里注意，大家注意延伸怎么做。首先我们先不考虑这个整位，又或者说你首先先考虑这个整位，你不要把这个整位放到这个地方的分析面，就是说这张面跟这边的面分析面交叉的这种情况，你不要放在一起去做，能明白吧？你有2个女朋友，你放在2个不同的厂里面，2个不同的城市里面，你2个女朋友你放到一个厂里面，放到一个组上面，你觉得你会不翻车吗？所以说你要分开，你能明白吧？首先我们先做这一边，这一边怎么做呢？其实简单一点来讲，同学们，以延伸出来的面不要动，我们只需要给它加一个什么呢？变相。加一个变相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大家注意看啊，把我们这一个延伸出来的分析面呢，比如说你在这里摆个坐标，对吧？就像做整位一样，同学们，就像做整位一样，我现在所做出来的分析面，我把圆角全部删掉。像这种圆角在这里呢 8.637， 对吧？这里也是 8.637， 把这2个圆角删掉。这个圆角我看一下多大啊？这边也有一个圆角，这个是 8.16， 把这个圆角删掉。删掉这些圆角以后呢，以这张面作为一个主要的面，控制方向的面。然后圆角面，同学们，我把主要的面做出来了以后，圆角面我可以手动去导圆角，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手动去把这个圆角给它导起来，面导圆或者说边导圆？这个很简单，是吧？你手动导圆角的话，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一个右侧，在这里大家注意啊，利用修剪体把我们其中这一个歪掉了的面，对吧？你这个面是平的，你这个面是向上翘的，他们干架了，那把这个面删掉。但是呢，既然是以做整位的方式去做呢，我们在删的过程当中不全部删，我们留一段不删。怎么做呢？利用修剪体，以我们所摆的这个坐标的位置能出去20个毫米。当然这个不一定说是这个距离是这个是不一定的，你可以出来10个毫米，你也可以出来30个毫米，具体能看你的产品多大，知道吧？你的封夹距离打算留多少？你可长可短，但是呢你不要留10个毫米以下，知道吧？你留的越少，其实我们在后续的操作过程当中它就越不好操作。OK， 这里我们留个15个毫米或者说10个毫米都可以啊。把这一截面割掉了以后，同学们，我们呢再使用，就把这一张面单独给它拉伸出来，对吧？我把这张面拉伸出来75 ，OK， 拉伸出来了以后呢，在这里同学们，最起码这张面不会跟这里的面打架，但是呢，它虽然说不打架哦，但是它会有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延伸的面和拉伸的面中间一定会有一个立角。而这个立角它是影响加工精度以及配模的。那么同学们，首先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不难。这个立角我们怎么去解决掉它啊？这个立角我们怎么去，就是说把它优化一下，让它呢没有这个立角，把它能接顺。其实接顺它的方式很简单，它只需要一个秘密。同学们，来知道的同学我们回答一下啊，不知道的同学。那你就要看我们知道的同学怎么说了啊？怎么做？是不是给他可以直接导 R 对吧？啊，就这一个同学稍微有点基础啊，对，没错。我们给他导一个角，对不对？导一个圆角在这里。当然，这个圆角，同学们注意啊，你不要急着导，知道吧？圆角的面我们把它叫做次面，你不用急着做，能明白吧？先把这个主面给它做好了以后再说，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怎么做呢？把这一个原本，比如说这个面延伸出来是个三角形的面呢，我再给你往上面延伸100，往下面延伸100。其实你不用延伸这么多啊，延伸80、70都够了，搞定。那么搞定了以后呢，现在同学们，我们这张面搞定了，这边这张面呢，那这张面我们也给它延伸出来一点，是吧？不要延伸70啊，你延伸就是说7个毫米都行，知道吧？然后这个圆角的大小大家还记得吗？这一边这个圆角，我们现在可以把右边这个圆角导起来，这个是 8.16， 对吧？直接利用我们这一个插入细节特征找到我们的面导圆，这里就不要用边导圆啊，用边导圆的话要多操作几个秘密，这个过程就会复杂一点。用面导圆选择这个斜面，然后再选择右边的这道面，在这里呢输入 8.16， 确定。那这样一来的话，同学们，这一边其实分析线就对接上了。我再要做的呢，就把这个圆角导起来，把这一边的面跟这一边的面这个地方的圆角导起来，对不对？这里你要一层一层的去做，你不要一开始在这里导个圆角，这里导个圆角，你搞得乱七八糟的，你没有先后顺序，你做起来就会比较乱，知道吧？你的面做的越多，当它的轮廓方向越多的时候，就是你越乱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越怎么样？要淡定，知道吧？
我们把这张面延伸上来了几个毫米，把这张面延伸上来几个毫米，然后同样的利用面导员呢选择就是说你要先把这两个面圆角导起来，知道吧？你不要先导这个地方的这个圆角，先导我们这一个延伸与拉伸之间存在间隙的、存在立角的这一个圆角，再导分形线圆角。这句话能记住吗？也就是说，如果说假设同学们你是先导的这个分形线，因为这里有一个圆角嘛，对不对？分形线上面是不是？如果说你先导这个圆角，再来导这个圆角，那么不是说导不起来，而是说你所导出来的圆角没有我们先导这个圆角更顺畅，加工也没有我们先导这个圆角更顺畅，知道吧？这里的话，就同学们你们其实昨天晚上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同学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导圆角呢有没有先后顺序？它是有先后顺序的，知道吧？就是你导圆角的先后顺序不一样，那么你这一个面，你这个导出来的这个圆角的面，那它就会不一样。这里我们8.637的圆角，我们再用面导圆呢把它导起来，选择左边的面。这里大家注意啊，我们左边呢有3张面，对吧？然后右边呢只有1张面。如果说要导这种圆角的话，这个3张面的这一边要呈缝合状态，也就是说这张1、2、3这3张面，你如果没有缝合起来的话，那么你这个圆角就导不起来，能明白吧 ？OK， 我们再选择这边这张面，在这里呢输入8点多少来的同学们？这个圆角多大来的忘记了呀？突然就来，有没有记得同学？这个赶紧，这个8点多少？8.036啊，8.1啊，肯定不是8.1啊，什么8点？哎，算了，你们估计也忘记了，8.637。OK， 把这边这个圆角导起来了以后呢，同学们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面最起码我这张面向上再向后，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不打架了吧？是不是？那么再接着往这一边做，在这里的话，这个中间就只有一个做整位的位置了，对吧？然后这个位置也有一个8.637的圆角，那么这种地方怎么去分布它呢？注意，首先做什么？先把这边隐藏一下，把这一个面延伸出来。知道吧？把这张面延伸个80，延伸个90，哦，延伸不了，啊，对吧？延伸不了80，延伸60，哎，延伸60可以延伸。那么延伸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再把这2张面中间那一个假分形线，就像做这一张面一样，对吧？做这个整位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做了一张这样的面？做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一张面给它做出来，先把这个中间给它这张面做出来。然后呢，找到我们插入网格曲面，通过曲线组选择这张面的线，再选择这张面的线，然后相切这张面，相切这张面，相切就是接顺的意思啊。这里大家还是一个点，就是你不要把它理解的太复杂了。这个地方的 G1 相切，这个相切代表的呢就是一个接顺，好吧？你不要把它理解的过于专业化，或者说过于复杂化，因为就是尤其是在你是一个新手的时候呢，因为就算你是做钳工的、做加工的，你只能懂配模，对吧？你只懂配模，是不是？你只懂这个模具的一些制作方式或者说工艺，但是呢，对于这个软件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呢，其实你还是不懂。但是你不懂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一些词汇、这些词语给它简单化，能理解吧？把这一张面做好了以后呢，等于说我左边的面就已经全部做到位了，对吧？我把这3张面呢，通过我们0.024的最大公差把它缝起来。缝起来了以后，同学们注意啊，这一边的面跟这一边的面有什么呢？有一个8.637的圆角，对不对？我把这个面呢延伸下来，啊，能延伸几个毫米呢？就延伸几个毫米下来，先让这2个面相交。然后呢，再导圆角，在这里插入，找到细节特征，面导圆，选择左边的面，确定，再选择右边的面。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就是我们拿这边的面跟这边的面导圆角的时候，各自2边的面必须呈缝合状态，并且这个箭头与这个箭头指向我们要导圆角的圆心方向，能记住吗，同学们啊？我讲这么多，大家能记住吗？就这一个命令，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左边要怎么样，右边要怎么样，然后这个箭头要怎么样啊？记得个屁是吧？等一下就忘了。大家花时间来学呢，就要从我这里带走一些东西啊！你不要2个小时以后毛都没学到啊！这个你要想，你花2个小时加班，你少说几十上百块钱能赚得到吧？
对吧？虽然说我们这个课呢是不收费，但是呢你的时间，同学们，那它就是金钱啊，明白吧 ？OK， 这里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把它整体的呢来给它修剪一下。修剪完了以后，在这里同学们，我们做到这个位置就算做完了吗？并没有吧，对不对？就是我们做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接着往后面做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呢搞到位了，就搞定了呢？并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漏了个什么？这个要回答不出来的话，同学们你们就可以下课了啊，知道吧？我们这个地方的分析面还漏了一个什么？我已经告诉你漏了，至于具体漏了什么，取决于你刚刚有没有认真听。来，有同学认真听的没有？漏了什么？来，大家回答一下，快点。啊，对，没错啊，漏了一个整位还没有做，对不对？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这个位置，对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凸点在这里，是不是？当然做这个整位也是一样的啊。你能用延伸就用延伸，你想用延伸就用延伸，也可以用拉伸，知道吧？因为对于就大部分的像这种国内的，比如说你像这种家电类、机壳类，或者说玩具类。基本上啊，它对于我们做分析面，大部分没有说就一定要我们用延伸这种做法。但是呢，老师我自己就是说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因为我之前一直做的是这个汽车模具设计，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做设计呢，我们那个时候客户他有这种要求，知道吧？其实课堂上面应该有一部分在这个行业的人应该知道，其实你像这种小模具厂，只有几十个人的这种模具厂。有一大部分这个产品怎么设计，都是其实是取决于我们模具设计是怎么设计，对吧？但是呢，像老师我之前做了将近6年的汽车模，我那个时候我做汽车模具，其实我们做模具设计，我们能决定的东西很少很少。比如说你这个平衡块用哪个尺寸和哪个尺寸的咯，对吧？用哪个品牌的咯？比如说你漏流道，对吧？做几个点咯？用什么品牌的？这个几个点放在哪里？其实就是说竞价方式啊，基本上就我们设计师就是我们是决定不了的。虽然说我们可能说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知道这个产品呢，它哪几个点放在哪几个位置，对这个产品的一个成型会更好，但是基本上是不会给我们设计师去决定的，全部都是热流道公司去分析，并且你这一套模具热流道用什么品牌你都决定不了。知道吧？都是我们的客户他直接就他决定了。然后呢，你这套模具是做2板模还是做3板模，还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油钢顶出，对吧？还是说我们这一个华座用什么标准的？就反正就同学们那个我做汽车模具设计呢，其实很多同学觉得它很难啊。其实对于我而言来讲呢，就是说可能说老师我能做习惯了啊，我觉得它并不难，对吧？我觉得它并不难，真的不难。但是呢。难与不难能取，就是说这个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对吧？不是说我说这个东西不难，它就不难，取决于每一个人，取决于同学你知道吧？把这一边的面，我们呢给它利用这个拆分体，以20个毫米的一个封夹距离的这个位置呢，给它切割一刀。切完这一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修剪的片体，把这个黄色面两边给它割掉，知道吧？把这张面修剪，通过这张面，再通过这张面，这个中间呢给它割掉，再把这里给它舍弃掉，舍弃掉了以后呢，这一张延伸上来的面也舍弃掉，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几张面多余的全部通通给它切割掉，那么这个位置整位它最终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我们分开做，在这里同学们有听懂了学会了没有？就是说能够跟得上节奏的，没有说就是可能没有说这里不懂那里不懂的，跟上节奏了的同学们，我们打个6好吧，或者说高多小鲜花。我把这个缺口呢，我把它封一下，用这个拉伸。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你们自己要问，知道吧？你不要说这个东西又没听懂，然后呢，你又就是说你又不想问，或者说你又不好意思去问的话，那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来这里听课你学到了这个东西，它就是你的，知道吧？明白吧？还是那个点呢，就是大家花时间来学。其实站在老师我的角度上面来讲，我更希望各位就是你听懂的越多，学会的越多就越好，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学到了东西，你听懂了，那么你明天可能会在你的厂里面说，哎，昨天晚上我发现一个这个免费的那种直播的课程，在那个腾讯课堂上面有个老师讲的很好，我昨天晚上在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是吧？然后可能说，如果说你没有学会什么，那明天你可能就会去你的厂里面说什么啊，我昨天晚上我听了一个傻逼讲课，我听了2个小时，对吧？是吧？那这个对于我而言，其实我是更希望你们，你学会的更多，你听懂的更多，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更好的，好吧？直接拉伸做个网格行不行？也行，也可以的啊。直接拉伸再做网格也可以，但是你做出来的面不会有这种面做出来的精致，能理解吗？你用拉伸，其实我刚刚对于这个我们做设计对于拉伸的一个定义，我跟大家已经讲过，就在这里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将近10分钟，对不对？OK， 接下来同学们没有10朵小鲜花，那我很难讲下去了啊，知道吧？没有10个人刷鲜花，那我这个后面的我可能 OK 可以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到这一边啊，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于这个位置的分形线呢，我们要抽等斜度曲线，也就是说从这个位置开始呢，其实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它跟前面的不一样，你知道吧？它为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这个我们刚刚做完了这些分形线呢，它产品的分形线在产品的一个拐角处，对不对？我们用延伸，你延伸出来就完事了。但是呢，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呢，它恰好是在一个圆角的中间，而这个圆角的中间它没有参考线，也没有参考轮廓给我们去延伸或者说去做。那首先第一步的是，我们需要通过插入的来自体的抽取的来自体的曲线里面这个分组，这里注意看啊，尤其是零基础同学。然后呢，我们找到抽取这个命令，找到等斜度曲线这一个栏，然后呢，我们再找到脱模方向。这里呢，零基础同学，你听我的，你首先你搞清楚这4个字脱模方向，其次你去了解一整套模具设计的流程，其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目前市场上面招工的薪资，你是否满意？这个就同学们，你如果是一个纯零基础，你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或者说你是一个做钳工的、做加工的，你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其实你第一个你要了解的是什么？这个行业内的薪资，对吧？比如说你在这一个前程无忧上面，对吧？或者说在这种招聘网站上面，你去看一下这个招聘的工资，比如说能不能这个大范围内啊，我不是说具体说某一座城市啊，或者说某一个厂里面。比如说这个大范围，比如说你可能看到的是1万到1万2，或者说呢是1万2呢到1万5。我这里举个例子，假设是1万，大部分范围是这个薪资范围内。那么这个薪资范围内，你学会了以后，你拿这个工资你满不满足？这个是第一。其实呀，你如果能接受这个工资，能满意这个工资，刚好你又想学模具设计的话，那么你第一步就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第一步你搞清楚整套模具设计流程。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3步做什么，到最后一步做什么。然后呢，找一个做模具设计的，你不要问他，就是你想学这个行业，你觉得这个行业怎么样？同学们，他10有8九会告诉你不怎么样，知道吧？他10有8九会告诉你不怎么样。就像假设你现在做钳工，有你的亲戚想跟着你来做钳工，你会告诉他这个行业很好吗？又或者说你现在在做销售，对吧？你在卖房子。你有亲戚想跟着你卖房子，你会跟他讲，哎，这个行业很好吗？你不会。所以说你不用问他这个行业好不好混，你只要问他这个行业有一些什么我们注意不到，要了解到的一些细节。其次第3，当你正式开始学设计的时候，注意我刚刚说的这4个字啊，脱模方向。脱模方向是你步入到这个设计行业，你刚开始学设计行业最重要的4个字。你搞不明白脱模方向，你不会摆正，你不会拉分形面，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比如说你像这里，我在这里我要抽等斜度曲线，我等斜度曲线其实我讲简单一点，我就是要抽分形线。然而分形线首先是在你确定了产品的脱模方向，摆正了产品它才有的，能理解吧？然后我们将这个
抽取等斜度曲线的这一个角度改到0度，然后选择这张面。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间就会有一条品红色的线，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中间就会有一条这个品红色的线？那么这一条线刚刚好在我们这种分析状态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分形线。也就当你的分形线它在产品的圆角上面的时候，这条分形线要怎么去做出来呢？用什么命令呢？用等斜度曲线。然后呢，像这种线条的话，同学们，我们能不能用拉伸？不能用。为什么呢？你把这个面抽取出来，这个面抽取出来了以后，它的边是这条边、这条边、这一条边，下面这一条边，对不对？它是这4条边，是不是？它是这4条边。然而你的分形线在这里，它们都不搭嘎，是不是？它们都没有关联。那么像这种分形线的话，我们大胆一点，直接采用这种拉伸的方式是最直接、最简单的，选择这条线去拉。然后选的这条线怎么拉呢？其实对于这种位置，大家就要注意这个拉伸方向了。像现在目前拉伸出来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呢，同学们千万不要怎么样呢？以绝对坐标的这个坐标方向往这一边拉，又或者说呢，将这一张面，大家注意看，往这一边拉，千万不要这样，知道吧？不管你是往这边拉也好，还是往这边拉也好呢，它不是说不对，只是说它还不够好。能理解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往这边拉，你模也分得，你这个模也分得开，模具也能做出来，产品呢也能通过这个做法呢生产出来。但是呢，它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你往这一边拉的话，你的前模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尖角，在这里大家注意看啊，你分析面只往这一个方向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就会有尖角，知道吧？如果说你往这个方向拉，那么你的这一个位置后模就会有尖角。那么你最佳的拉伸方向是什么方向呢？这里同学们，最佳的拉伸方向是什么方向？来，有没有同学能回答一下？有吗？45度角，对吧？往45度方向拉，是的，没错。那同学们在这里呢，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最佳的拉伸方向45度，它并不是标准的45度。什么意思呢？理解吗？就是我们就其实讲白了，我是要这样子拉出来，对不对？至于这个角度它是40度还是45度，还是说50度，又或者说它是35度，其实这个不重要。那么我们所有分形面制作出去的最佳方向呢，是沿产品的正90度方向走。就是说，我说的是所有的分形面啊，所有的分形面最佳的这个制作方向是什么呢？是沿产品轮廓的正90度。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这一张面，对吧？你往这边做出去，这一边往这边做出去，这一边往这边做出去。你这里的分形面，你往这一边做出去，对不对？然后呢，你这里的分形面，你往这一边做出去。然后这个位置的分形面，你往这一边做出去，能理解吗？如果说在这里，假设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假设你的产品轮廓呢，假设呢它是这样子过来，对吧？这样子斜过来，再这样子过来，再这样过来，那么这个地方的分形面的方向，它就要往这一边出去。能理解打个1，没有理解的话打个0，这个很关键。这个东西理解它很关键，就是说我在这里是教大家怎么去把这个分形面做好，因为很多同学他会做分形面，但是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做的对不对，或者说有的同学他会做分形面，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能明白吗？能不能明白？不管用延伸，或者说用拉伸，或者用什么命令，你要注意，知道吧？你这种地方你不能用延伸，那你就只能用拉伸。那么你用拉伸的话，你得在这里摆个坐标，是吧？摆一个大概45度角的一个坐标，看到没有？是不是？你可以摆45度，40度也行啊。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在摆这个坐标的时候，你说摆40度就摆40度，你说摆50度就摆50度，能明白吧？我们只是要知道在做这种位置的时候，我们所用的这种方法叫做45度拐角做法。OK 啊，这里拉的还不够啊，我稍微多拉一点点。然后我们用修剪片体。然后在这里呢，大家注意啊，这个片体与片体的这个组合是缝合，实体和实体的组合是求合，知道吧？这里同学们别搞错了啊。
以前有同学他拿一个球核去求和两个片体，就我当时给我干懵了，你知道吧？我当时就是说他给我整懵了。我说你用球核去求两个片体啊，是的，两个片体。我说那你他肯定会报错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同学他问我的问题是，他说老师我这里为什么会报错？解决方法是什么？我当时我就瞬间就给我干懵了啊。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有个问题，规律延伸和条带搞出来面顺不顺？面顺不顺？这个它不是说你用这个命令就顺啊。这个同学，也就是说你要结合到产品的轮廓，结合到这个命令的一个使用，能明白吧？不是说你用条带或者说用规律延伸它就一定会顺，又或者说它就一定会比延伸顺，这个它没有绝对的。我们要结合到产品的轮廓、产品的方向以及分析面的制作方向和分析面的制作位置。比如说，在这里你注意看，你像这种地方分析面怎么做呢？对吧？我这里有分析，这里有分析线，这里也有分析线，对吧？那么按照刚刚我所跟大家讲的，就是那我这个分析线最佳的分析面的方向是往哪边做？同学们，啊？我最佳的这个分析面的制作方向往哪边做？是不是往我们的 XC 这个正方向做，对吧？然后呢，在这里我们这一个分析线，大家注意啊，那这一个分析线它最佳的制作方向，那是不是就是 YC 方向，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朝着这边走？那你这样一来的话，那老师按照你刚刚所讲的，你所有的分析线按照产品轮廓的正90度去做，对吧？这个分析线呢就往这边做。这个分析线呢就往这边做，那这个面不干架了嘛，对吧？他们不打架了吗？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需要去更改和注意的呢是什么？这种情况你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结合起来，知道吧？能明白吧？这个分析线在这里，这个分析线在这里。其实这种地方呢，我们把它叫做典型的七字形拐角。典型的七字形拐角呢，其实它的做法很简单，以一条线作为拉伸的截面线。一条分析线，因为它有两条分析线，你知道吧？就是说这里有一条分析线，对不对？这里也有一条分析线。那么我们以这两条其中一条的分析线作为拉伸的截面线，另外一条作为我们拉伸的方向，可以用扫略，可以用扫略啊。那么你像这里怎么个做法？大家注意啊，像这里我们插入设计特征拉伸，知道吧？拉伸的话呢，我就选择这一条线作为什么？作为拉伸的时候的这个截面线，对吧？然后呢，我在指定这张面的拉伸方向的时候，我就用这一条分析线，对吧？我就选择这一条分析线呢，作为拉伸这张面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样的话，一举两得，是不是？也就是说，我的这张分析面既能对上这条分析线，也能对上这条分析线，能理解吗？这个同学们能理解吗？应该能理解吧？没毛病吧？是不是没毛病？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当然这个位置就是说，像这种七字形拐角，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做。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还是一个点，你要注意到它的轮廓，知道吧？还有那种什么呢？还有那种 U 字形转角的。这个 U 字形转角大家见过没有？你像我经常我在 VIP 课里面和公开课里面我都讲过的，像这种 U 字形拐角，那它又是另外一种做法，知道吧？万一这个方向不是直线呢？不是直线，我们就要换一个命令，就不能用拉伸。比如说你像这个产品，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就叫做 U 字形拐角，它不是七字形拐角，知道吧？而这个 U 字形拐角，它是内拐角，它还不是外拐角。看到没有？它不单单有 U 字形转角，它还有高低差。这边的分析线在这里，这边的分析线在这里。这里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要见过，对吧？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可以没有做过，但是你一定要见过；你可以没吃过猪肉，但是你一定要见过猪跑，明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地方放大面分析。那么其实像这里呢，我们能明显的看到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平面，对不对？然后呢，这里是一个斜面。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要注意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分析线从这里上来，从这里过来，从这里下去。那么在这一条分析线，就是说在这一段距离的分析线当中，它分析线本身就存在呢
2个立角，这个能理解吗，同学们？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有一个立角，对不对？这个位置呢也有一个立角，是不是看到没有？这2个地方它都有2个立角。针对这2个立角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分段做，你一张面一张面的去做，能明白吧？怎么做呢？你在这个转折点，比如说这个端点这个位置摆个坐标，对吧？你坐标摆到这里来，将这张面延伸3-5个毫米，把就是这刚刚我们拉伸的这个面延伸出来一点，利用修剪体或拆分体呢，以 YC 方向把它多余的切掉。那么在这里，同学们，我们要这样子切一刀，或者说要这样子切一刀，有什么技巧吗？啊，比如说这个坐标怎么去选择？对吧，老师，我坐标摆到这里来了，我又在这里这样子切一刀，那我的做法是 YC 方向试一下 ，XC 方向试一下 ，ZC 方向试一下，哪个方向是对的，那我就用哪个方向。有没有这种同学的？有吗？有这种同学是这种操作没有？有没有？就是他也在这里切一刀，他坐标呢也摆过来了，但是呢在选坐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选哪个方向是他想切的那个方向。没有啊。为什么讲这个点呢？因为老师我做学徒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我要砍一刀，我并不知道呢砍了这一刀呢去选择这个坐标的哪个方向。当然这里的话如果大家都知道，那我就跳过了啊，就不讲了。我们把这个左边的给它割掉了以后呢，然后再来做这个中间的位置。当然你可以反过来做，反过来做是什么呢？你从这一个分斜面做到这一边，再做到这一边。但是这里呢，同学们要注意，还是一个点呢，就是你要分得清主次，你要知道哪个面更重要，哪个面更次要一些。那么中间这个面，同学们咋做呢？用拉伸吗？啊，来，大家提供一些命令，好吧？提供一些你会的命令，或者说你不会，你认为可以做，你知道的那个命令，行吧？桥接和网格，啊，这是一种方式啊，做一个网格，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大家都只会用桥接和网格啊。有没有扫略？除了扫略呢？除了扫略呢？艺术曲面。这里的话呢，因为说网格的同学比较多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种位置网格怎么用，好吧？你不同的用法，会导致的一个不同的效果，好吧？首先我们桥接网格，那么桥接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来自曲线级的曲线找到桥接，对吧？选择这一条线，然后桥接呢，桥接到这边，是吧？桥接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再找到这个通过曲线网格，然后选择这个呈封闭状态的线条呢，我们来制作这道面。这里估计是这里线条断了一点点啊，我把这个线先连一下。这个地方有一条小小的线，它断了啊，我把它先连起来。那么像网格曲面，大家可以看到做出来呢，就是目前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同学们，你们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位置满分100分的话，这张面这样做出来能给多少分？然后呢，我从不同的角度转动，你们来看啊，因为看面的话，你不能从一个角度去看，对不对？大家觉得这个面怎么样？59分，对吧？这个说0分的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个说0分的就有点过分了啊！你多多少少给2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面，你别人最少把这个面做出来了啊，是吧？但这个面只是说做的不好，知道吧？你不能给个0分，明白吧？知道吧？59分，大家都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大家为什么觉得不怎么样呢？啊，就是大家为什么觉得这个面不咋地呢？开一个着色 ，OK， 哎，这个同学一看就是内行啊，懂。其实应该有一部分同学是知道这个面做的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说不出来，有吗？应该是有同学他知道这个面做的不好，但是呢，你让他说吧，他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
是吧？你就知道把别人让别人滚，让别人卷铺盖滚蛋，对吧？把别人炒掉，那你得给别人一个理由嘛，是吧？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你就说分手啊，你好歹也得说一个我们不合适嘛，是吧？我家里人不同意嘛，是吧？你总得有个理由嘛，是不是？在这里同学们注意啊，这个面我也不删掉了，同学们看一下网格的另外一种做法。OK， 我们呢桥接的时候用这条线桥接到这条线，改变了桥接方式啊。我们刚开始桥接是用这条线桥接到这条线的，现在从用这条线桥接到这条线 ，OK， 还是用网格。OK， 现在的话，同学们，我们看一下这个面，如果满分100分的话呢，能给多少分？好吧，这个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用的网格，但是呢，跟刚刚那个网格的用法是不一样的，主要是怎么样的？主要是这一条线，对吧？桥接的这条线。那么这里同学们，哎，这张面哎能打90分是吧？但是呢，大家注意。仔细去看，其实这个面呢，稍微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小的波折，但是这个波折它其实不重要的啊，看到没有？这个位置有个小波折，对不对？这个不重要，同学们知道吧？这个不重要，你要是拿个6、7千块钱一个月，你做出来的分析面有这种小立角的话，完全没有关系啊，知道吧？你要是拿个1万块钱一个月的话，那这个地方不行，行或不行，取决于你拿别人多少钱。为什么说同学们这个位置就能给出来这么高的分呢？有70、80、90，最少没有同学给0分吧，是吧？为什么呢？其实它最重要的点，同学们还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这张面这个地方做出来了一个立角，对吧？这里做出来了一个立角，以导致于同学们看到没有？这张面是平整的，对不对？是不是？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然而我们刚刚这张面呢，它是向上，然后再向下这样走的。这样一来的话，能不能行？不能行，知道吧？不能行，能明白吧？为什么呢？最好的分析面的方向就是跟着产品走，能理解吧？能不能理解？拿10万怎么搞啊？拿10万，你只要那个老板是你爹就行了，其他的你会不会设计都无所谓，知道吧？能明白没有？拿10万块钱一个月，你搞模具设计，你老板是你爹就行了，你不用会设计都行，知道吧？明白吧？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你做模具设计要拿10万块钱一个月，我还没见过，真的我没见过这种人。那种要是拿2、3万、3、5万的，那我见过，知道吧？2、3万的我见过很多，10万块钱一个月，老板是你爹就行了啊，其他的啥也不用。那么这个呢是网格的2种做法，其实这种做法会更好，对不对？然后呢，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扫略，好吧？啊，这里有同学呢强烈要求老师呢用一下这个扫略，然后呢其实扫略它是拉伸的一个进化版，知道吧？进化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拉伸只可以有一个拉伸方向，但是呢扫略呢它可以有2个方向，看到没有，同学们？知道吧？扫略出来的面其实它也会比我们这一个网格出来的面要好。包括像同学们 N 边，而最重要的就是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好像扫略出来的面呢，跟我们第2次网格的面差不多。然后呢，这个面呢，感觉也挺平整的，也挺顺畅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N 边。OK，N 边选择这一条线，然后呢，再选择这一条线，放大一点，我们再选到这边，选择这一条线，选择这一条线 ，OK， 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呢，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N 边的效果啊。网格扫略 N 边同一个位置，我们做了3个命令。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网格的第2种做法和扫略 N 边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呢？可以说是差不多的，对不对？是不是，同学们？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对这张面的一个理解，你对产品的呢理解。能明白吗，同学们？能不能明白？你对面的理解，你对产品轮廓的理解，而命令的话，其实你用 N 边、用扫略、用网格，其实都差不多，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注意，你做出来的面的轮廓
是要跟着产品走的。面这个地方有个立脚，你就让它有个立脚；面这个地方有个转折点，让它有个转折点。当你的分形线、你的产品它没有，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面很顺畅，对吧？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很顺畅，你做出来的分形面这里拱起来一点，那里呢又凹下去一点，这样行不行？这样不行。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我一开课就跟大家讲过的，就是同学们，我们做模具设计啊，首先你不需要有天马行空的思维，你做分形面也是一样的。虽然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去制作出来，但是呢，它不需要你从这个东西没有到全靠你想出来，不需要，知道吧？能明白吧，同学们？坐标方向的选面，切掉那一边的做直线，做直线能出来吗？啊，这个我这里我就不讲了，好吧？就是同学们，你们说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假设、做法的话呢，你下课以后可以找我来要这个案例，好吧？自己去做。因为这一个地方我就讲了，就是说讲了3、4遍，对吧？命令都用了3个，用了4次。然后接下来我们放到面分析，再接着往后面做。在这里呢，再往这个后面做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分析线从这里上来，这里过去，对不对？那么这里大家就要注意到一个点，我们刚刚那些分析面都是用的拉伸，现在呢又要用延伸了，对吧？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红色面看上去呢，好像是可以用延伸的，是不是？那么当然能用延伸，那就用，是吧？插入、关联、复制、抽取几何体，是不是？为什么这个同学们能理解我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说延伸是在做分析面当中最简单的命令吗？现在能理解吗？为什么？因为就同学们你要知道，你把这张面，比如说你延伸出去，对吧？你延伸100，你延伸100以后，你需要管它吗？你不需要吧？它不像你在做这种地方，你知道吧？拉伸你又要顾及这里，又要顾及这里。你这张面呢，又要顾及这一边，又要顾及这一边，还要顾及这个产品的分形线的轮廓。然后你延伸，你需要顾虑那么多吗？你把这个面复制出来，然后把这个面把它搞出去，是吧？把它搞长一点，搞大一点 ，OK， 那就可以了，对不对？是吧，同学们？是不是延伸是最简单的？现在能理解了吗？能不能理解？奇葩的地方呢，先搞好。就同学，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的话，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知道吧？这个晚风同学啊，就是你可能你的想法越是那种不好搞的，越是那种难的地方，就越要先搞好，是吧？啊，不是啊，说错了啊，先想好怎么接好，也不是说先想好，因为有些同学他其实是没有，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拿到这个产品，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知道吧，同学们？能理解什么？就是说有些同学他没有基础。他拿到这个产品，你说让他去分模，他根本不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做，用什么命令做，做出这个产品分析面拿出来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不知道，对不对？你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得上手去做，你得去做了才知道。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学习，同学们，你首先得怎么样？你首先得学，其次得习，是不是？你得找一个人带着你，告诉你，教你，你要有地方学，对不对？你在腾讯课堂上面，在我们这里学是吧？或者说呢，你在爱奇艺上面，或者说呢，你在书籍上面，或者说你在工厂里面，你在设计店里面，你在某某地方，你在你哥那里是吧？你首先要有地方学，其次第二，你学了以后，你得怎么样？我们把它呢叫做消化，那你就得习呀，是不是？你学了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变成你的话，那么你一定得自己去做。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就是你就会发现问题。好像你听课的时候呢，就像我昨天晚上跟我的 VIP 学员讲的，我说有没有同学呢，听课的时候呢，就能跟上老师的节奏，也能听得懂啊，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是吧？啊，这节课学的挺好，但是呢，一到自己下课了，自己去做作业的时候呢，那就一问三不知了。就其实他是有这种同学的，知道吧？也就是说你去学和你去习这个中间，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能明白吧？这个同学，我开个玩笑，你不要卡着这个点不放，好吧？行吧？我就开个玩笑，你不要卡着这个点不放，这样我很难受，能明白吧？知道吧？38岁不行，那就48岁，好吧？可以吧？你说多少岁，咱这个定义就定义在多少岁，行不行？
OK， 这里我们也用这个修剪体把多余的给它割一下先，因为这个面延伸出来了以后呢，它还是比较杂、比较乱，就是多的多，少的少。当然啊，课堂上面呢，如果说有想学设计的，然后呢，觉得我的课讲的还不错，想跟着我来学设计，让我呢手把手带着你进入到设计行业的话呢，大家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好吧？就是如果说你想学设计，想让老师我来指导你，带着你，或者说呢，你现在呢正在犹豫要不要学设计，又或者说呢，你现在呢有这个行业内的模具行业内的一些这个顾虑，又或者说你很迷茫，对吧？作为老师，我是一个过来人，你想跟我聊一聊，那么我呢，就这个怎么说呢？同学们，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啊，这个你们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讲。但是呢，就比如说同学，你如果说有问题想要问我，比如说老师，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能帮我看一下吗？比如说你最近公司里面，或者说你最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你想让我帮你看，你可以问我，我也会帮你看。但是呢，同学们，希望各位呢能够有礼貌，我不欠大家的，知道吧？明白吧？就是你们如果说你们公司里面有这个你设计的模具，然后呢有一些你拿捏不定的地方，或者说呢你现在正在学一个什么案例，你在分模，或者说你在拆结构，或者说你在设计近焦顶出水路，那么你不能拿捏掉它对不对，或者说你某一个地方不会，你来问我，我会教。但是呢，同学们，前提是我希望各位呢都能够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礼貌就行了，对吧？比如说宇哥，你帮我看一下这里是怎么的，对吧？就可以了。你不要搞得跟我欠你的一样，能明白吧？知道吧？然后呢，尤其是有一些同学，就是我最反感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同学呢，他假借报名跟着我来学习的理由呢，让我来帮他做，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能明白吧？有什么问题找我聊都没关系，对吧？只要我会，只要你问，只要我有，只要你想要，好吧？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地方，把这个面呢，利用制作拐角呢，把它制作一下。制作拐角的前提，其实制作拐角这个命令它也是一个修剪的命令，但是呢，制作拐角呢，它必须是制作一个交叉的拐角。交叉的拐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面打架。其实前弓转设计呢是最好转的，这里有2个同学都是吧？前弓转设计呢，它是最好转的，也是转的最多的，能明白吧？OK，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个圆角是有问题的，看到没有？这个圆角就是说我这个面其实都是用的延伸，知道吧？但是呢，这个圆角延伸出来了以后，这个地方这个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这个位置存在间隙。然后针对这种间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针对这种间隙很简单，你测量一下这个圆角多大，知道吧？ 2.04， 移除参数以后呢，把这个圆角干掉。把这个圆角删掉，然后我们再将左右两边的这个分析面呢各自延伸上来1毫米。在这里大家注意，延伸这1毫米的这个操作也是为了能够做，把这个圆角导起来 2.04， 确定，看到没有？其实老师我有一个习惯基本上我在拉分析面的时候，包括我在上 VIP 课的时候，我一般会建议我的学生呢，就是像这种规则的圆角，这种分析面，这种分析线，我们就自己手动导，不要用延伸，因为延伸出来的话它会变形，知道吧？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面延伸出来，你这个面延伸出来，它们理论上面应该是0对0，应该这2个面是紧贴在一起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就同学们，我们复制这张面，复制这张面，复制这张面，对吧？复制这3张面，把它延伸出来，是不是它们应该延伸出来以后，这个面也是0对0的？是不是？对不对？能明白吧？但是圆角它就不一样，对吧？圆角它长得丑，你知道吧？这个呢，可以说是圆角它长得丑，也可以说是这个软件的。其实这个软件呢，它有一些 bug。当你们真正会做设计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不可理喻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要靠这个软件吃饭。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能明白吧？这个地方我就讲到这里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位置，行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一边这个位置，这一条分析线。其实这一条分析线，同学们有一个主要的点，它又是一个什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是一个我刚刚所跟大家讲的这种七字形转角，对吧？然后七字形转角呢，像刚刚其实有同学他说可以用扫略嘛，这种地方可以用扫略啊。当然，如果说这一条线是一条弧线的话，我们是可以用扫略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同学们，两个字：方向。你只有把方向控制好了，你做出来的面才会顺畅，能明白吧？能理解吧？当然，在这里我们插入设计特征，其实拉伸做这种地方是最快的。同学们，做分析面优先考虑什么命令呢？延伸和拉伸这两个命令，优先考虑延伸和拉伸这两个命令。当然，其实在你们有经验了以后，你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一个位置，你只要看到这个位置，就能知道是用什么命令去做，能理解吗，同学们？能不能理解？当然，这个呢，就是得在你们以后，知道吧？就是说，在你有经验了的时候，真的，你拿到这个产品，你就知道这个位置要用什么命令做。但是现在不行，现在的话，可能大家就是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基本功啊，先把它搞扎实了。然后我们外圈分析面的最后一个地方，这个位置呢，其实有很多种做法啊。我昨天呢，我也看到了我的学生啊一些不一样的做法。那么有拉伸这个分形线的，然后呢有延伸这个面的，有延伸这个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做法，乱七八糟啊。其实在这里，同学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做分析面呢，你第一做出来的面要跟得上产品的轮廓，以及对上产品的分形线。其实第二，面越简单越好，你做出来的这个面越简单越好，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当然这里的话呢，其实你像我们就可以抽取延伸 A 面，对不对？我把这个面跟这个面都给它延伸出去，这里延伸50，对吧？这个面我也延伸出来50，哎，我都给你延伸出来。延伸出来了以后去除参数，是吧？我这个拉伸出来的面，去除一下参数啊，把这个面缝合起来。我这个拉伸出来的面，那我就不要那么多了，我直接利用这个舍弃的方式呢，我把多余的通过这张面给你减掉。减掉了以后，大家注意看，我外面的面做什么面？我外面的面，哎，我把这个面稍微延伸进来那么1个毫米，把这个缺口给它封住，是吧？我再把这道面稍微延伸那么下来，延伸那么下来一丢丢，是吧？哎，这个地方就搞定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再拿这个面跟这个面求个差。其实这种做法呢，类似于这个同学讲的啊，这个地方做整位。你做出来以后，就是你注意看啊，其实它就是你讲的就差不多一个道理了，就差不多是一个意思了，能明白吧？哎，搞反了啊！看到没有？这样做出来是不是就其实是差不多就是这种位置就是一个小整位了，是不是 ？OK， 然后把这边的面再延伸出来一点点。然后把下面啊多余的该修剪的，你看到没有？下面这种乱七八糟的面，该修剪的我们都给它修剪一遍。然后呢，修剪的时候，同学们就是高版本会好修剪一点，知道吧？高版本比低版本在修剪这个点上面，简直是不要太好用。就是 10.0 的版本，这个课堂上面应该有同学是有用的。但是呢，我授课的版本呢，我们现在在用的是8.5。就是暂时还不打算把这个版本，就是教学版本把它升级到 10.0， 知道吧？但是呢，不会过多久啊，最多过2年。2年以后，其实我一开始我们教的是 7.5， 后来呢发现 7.5 这个版本确实有点太低了，然后现在呢教学教到 8.5， 然后呢过2年以后我们会把它改到 10.0。等我们教学版本用 10.0 以后呢，就真正代表这个 8.5 啊 8.0 啊这些版本都要退休了，因为 10.0 是一个我们这个 UG 软件的一个节点 ，UG 10.0 啊，是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个节点。10.0 把我们整个 UG 界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更改。当然，它也是属于还算是新版本吧，就是其实它也不咋新了啊。其实这个 10.0 这个版本也不怎么新了，知道吧？OK，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到这个中间的3个孔，外圈分析面基本上就已经做到位了，对吧？我们只需要把它做个缝合，然后呢，缝合以后呢，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你缝合完了以后，你要检查一下，把多的、少的、该修剪的该修剪掉，这个面与面之间有间隙的，能明白吧？因为刚刚我看到有个同学说一刀能切开吗？你想要一刀切开，你就必须要保证你的分析面面与面之间不存在间隙，这是第一。其次，第二呢，面与面之间不能存在打架，知道吧？而且呢，当然现在这个分析面它也能分模，知道吧？比如说你在这里创建一个方块，就是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局部分模的方法，那么我们就是说现在就可以分模，但是呢，这个看大家自己啊，就比如说我们先拿这个方块跟产品求个差，对吧？然后再拿这个方块跟分析面求差，看到没有？就是说你如果要分模的话，现在我们能分，对吧？这里就分开了一块，但是呢，为什么我模只分到这里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孔，对吧？这个孔我还没有做分析面，那这个孔就分不了模。然后你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你比如说从这里过来，对吧？这里上去过来，再到这一边这里，你这个外面都可以分模了，知道吧？有孔的地方，你有分析面就可以分模，没有分析面，那你分什么模呢？这个能理解吧？